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王文涛重点就美对华半导体政策、限制中国网联车等表达严正关切，强调厘清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尤为重要。但美方依然强硬称，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谈判。对于未来的中美关系，新加坡资深外交官马凯硕近日受访时表示，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缺乏长期战略，同时应该做好变成世界第2的准备。10月8号，商务部部长王文涛同美国商务部长雷蒙多举行通话。本次通话是两国商务部门机制性沟通安排，也是两人今年1月后再次通话。王文涛表示，去年11月，两国元首在旧金山举行历史性会晤，为中美经贸关系发展指明方向。两国商务部在部长级、副部长级和司局级层面保持密切接触，在扩大合作、管控分歧、解决企业具体关注等方面取得积极进展。中美经贸关系应成为两国关系的压舱石，中方愿在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基础上，与美方共同落实好元首会晤共识，推动中美经贸关系重回正确轨道。王文涛重点就美对华半导体政策、限制中国网联车等表达严正关切。王文涛强调，厘清经贸领域国家安全边界尤为必要，有利于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为两国业界合作创造良好政策环境。中方敦促美方重视中国企业的具体关切，及早取消对中国企业的制裁，并改善中国企业在美营商环境。同一天，美国商务部官网也发布了两人通话的消息。新闻稿称，雷蒙多重申美国的国家安全不容谈判，并再次强调美国政府的小院高墙做法，旨在尽可能有针对性地维护美国国家安全，同时为健康的贸易和投资留下空间。新闻稿最后表示，双方同意在未来几个月内保持开放的沟通渠道。有观察指，随着美国大选临近，拜登政府对华高科技贸易限制到达了顶峰。5月22号，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宣布，维持特朗普政府时期对华征收的301条款关税，并对中国电动汽车及其电池、半导体、钢铁、铝产品等目标战略产品大幅提高关税。同时，美国官员不断炒作所谓中国产能过剩话题。美财政部长耶伦多次声称，美国及西方盟国必须以团结的方式应对中国日益增长的制造业实力，否则自身产业将处于危险之中。上个月，美国又对中国联网汽车下手。美国商务部宣布将提议禁止美境内智能网联汽车使用来自中国的关键硬件和软件，并希望在明年1月20号前确定最终规则。那么演变成为对华科技的这样的一种领域的广泛的脱钩的趋势，那么这样一种做法不仅是严重损害了中国企业的利益，并且已经成为导致中美关系不确定性和这个对抗性加强的非常重要的一种因素，会成为这个中美关系当中最难以化解的一种结构性的矛盾。当前，美国共和民主两党选战正酣，特朗普和哈里斯竞相拿对华贸易和关税说事。在此前的电视辩论中，两人纷纷展示自己对华更强硬。日前，哈里斯在接受美国媒体专访时表示，美国必须赢得21世纪与中国的经济竞争，但不应寻求爆发冲突。他还强调，美国应保持与中国的沟通渠道畅通，特别是军事渠道。值得注意的是，在被问及美国是否会动用武力保护台湾时，哈里斯并未正面回应。I'm not going to get into hypotheticals, but listen, we need to make sure that we maintain a one China policy, but that includes supporting Taiwan's ability to defend itself. 9月29号，拜登政府正式批准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价值约5.67亿美元的军事援助，主要用于培训、反装甲、无人机等项目。这也是拜登在其任内第17次向台当局提供武器，距离上次仅过去2周时间。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吴谦9号回应称，美方不顾中方坚决反对，执意向中国台湾地区提供军事援助，严重违反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3个联合公报，严重危害中国主权和安全利益，严重破坏台海和平稳定。我们对此表示强烈谴责，向美方提出严正交涉。吴谦表示，近年来美方背信弃义、不择手段，多次对台军援军售，向台独势力传递严重错误信号，在台湾问题上拱火浇油，推升地区紧张局势，正在一步步把台湾推向兵凶战危的险境。需要强调的是，武装台湾就是助长台独，台独就意味着战争，以台制华只会自食恶果。
我们敦促美方停止以两副面孔对华，改变在台湾问题上的两面派做法，停止武装台湾，以免对两国两军关系造成进一步干扰破坏。中国人民解放军始终强化练兵备战，全面提升打赢能力，坚决反制反击台独分裂活动和外部干涉，坚定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我觉得未来不论是这个哈里斯或者说是这个特朗普上台，那美国政府的对台政策，加强对台湾的这样一种军事支持的这种趋势是很难逆转的，甚至可能会加大力度。就当前的中美关系以及未来发展，10月7号，香港英文媒体《南华早报》发布了一篇对新加坡知名学者、资深外交官马凯硕的专访。马凯硕认为，拜登政府过去2年里至少在一定程度上稳定了中美关系，但两国的竞争仍在继续。在某些方面，拜登政府对中国的态度比特朗普政府更加强硬，例如构建了所谓的小院高墙策略，试图限制中国的技术发展。美国对中国施加的压力并没有明显减弱。他还指出，美国政府的主要问题在于，似乎是在没有任何明确、全面的长期战略的情况下，发起了一场对抗中国的运动。目前尚不清楚拜登政府的目标是什么。通过这些措施，美国战胜中国能够带来什么？这一点从未被详细说明过，让每个人都感到困惑。在此前接受香港无线新闻专访时，马凯硕表达了类似观点。There's absolutely no question that the US-China geopolitical contest will accelerate over the next 10 years. There's a sort of very powerfully held consensus in Washington, D.C. that the United States has about 10 years to stop China from becoming number one. So actions against China will increase.马凯硕认为，中国的发展取决于中国人民的行动，美国不可能干预或阻止中国的发展。因此，他建议，随着中美经济差距不断缩小，美国应该开始为变成世界第2做好准备。The United States is a remarkable country. China must never underestimate the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The United States should also never underestimate China. Now, we have never seen before in history.A contest between two powers as great and as powerful as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马凯硕是新加坡著名的学者型外交官，曾担任新加坡常驻联合国代表和联合国安理会主席，同时也是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创始院长。作为长期关注研究亚太及中国社会发展的学者，马凯硕对中国在脱贫攻坚、应对气候变暖等方面取得的成就印象深刻。他曾称赞中国在应对全球性挑战方面为世界树立了积极榜样。以色列扩大对黎巴嫩真主党地面攻势，向离南部部署第4个陆军师。同时，真主党继续发射火箭弹回击。真主党方面称，被以色列杀害的指挥官均已有继任者，真主党的军事实力并未受损，但以方则强调团灭真主党高层。对于如何回应伊朗此前的导弹袭击，美国与以色列正协调立场，具体时间和目标仍未透露。